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10月25号星期六，比赛的前一天，看日出，好看啊！我现在在这个公园叫长风公园，今天还是这双鞋昂跑。这个叫Cloud Boom Strike， 我不知道念的对不对啊，应该是对的。是一双竞速鞋，这双鞋很有劲儿，而且我发现和这双黄色的袜子特别搭。明天就是这双鞋和这双袜子。今天轻松跑4-5公里就休息，因为如果只有这一场10公里的话，那倒无所谓。下周日还是北京马拉松，也就是说现在距离北京马拉松只有1周零1天了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你比赛要穿一双新鞋，我一般怎么去适应它，去习惯它。人家说这双鞋碳板和前掌特别有劲儿，有那种就是踏的感觉。哎，果然是这双鞋是，它不是那种软弹，也不是韧弹，它是那种硬弹。就我上脚这一天的感觉。咱们加个速啊！可以过这个弯儿也可以，而且这个鞋有明显那种踏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看昨天的节目录的还是挺清楚的，这公园里安静，应该更能听到。我觉得试新鞋这个事儿，以前我其实不敢，但是这些年敢了。我觉得拥抱新的东西，多去试一试没坏处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就是您处在那个中间阶段，就是比方说，刚刚练起来，马拉松接近3小时，或者刚刚进3小时，然后呢，对一双鞋或者对一个型号的鞋特别的就适应，然后一换别的鞋就不适应那个阶段，那对您来说比赛还是稳妥。我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，就是那个时候差不多是2019年到2022年这3年。当然我所有事儿都是，我是一个特别慢热、特别晚熟、特别怎么说呢，特别面的人，用北方话说。大部分人可能用不了3年，那3年我的状态是，比赛就必须得穿1代的 Vaporfly， 然后训练呢必须得穿2代的 Vaporfly， 倒不是因为别的，是因为1代的买不着了。就那时候特别拧，其实也是因为19年的纽约穿了那双1代的 Vaporfly 跑得特别好，后来又觉得那双鞋好，有心理因素。我是一个其实我一特别感性的人，有时候心理会战胜生理，以至于刚穿上2代 Vaporfly 的时候很不习惯，它不跟脚。那次为了比赛，特意去那个 Nike 又买了一双，当时还能买到，买了一双那个橙红色的1代的 Vaporfly。后来就是我想想哪一场比赛啊，无锡和之后的傅中心其实都是那一双，等于那一双我大概2年穿了3场比赛，还有1场半马，平常不穿。在那阶段下的小伙伴们确实是会有觉得，哎，我换一双鞋不行，那不行您就比赛的时候别换。但是到什么时候或者什么时候可以呢？就比方说您现在是初跑者，参赛就是为了
娱乐，就是为了完赛。就像好多小伙伴跟我说博哥呀，马拉松4个小时左右，然后体重呢还有点微胖，想来一双缓震的鞋，怎么选？我说其实那就随便任何品牌的慢跑鞋、缓震鞋都可以，就是这样。其实在那个阶段下，鞋不重要。哎，这边又是不是死路，这是不是出去了？对，这儿出去了。看看我在哪儿啊？好像在这儿。迷路了。就我在那个阶段的时候，我也不挑鞋，我就觉得随便买什么鞋都行。那时候就买 ASICS， 一开始是卡阿诺，后来呢就稍微再轻便一点，再后来穿阿迪，那时候还是薄底儿，穿那个波士顿，穿那个阿迪 Zero 的 Boost， 再后来就是碳板。那时候完全不挑鞋，后来就到了挑鞋的阶段。然后再后来就是那个进入2023年以后，我就不挑鞋了，我就觉得就没那么挑鞋了，就觉得我能力可以了。所以小伙伴们就是，比方说您男性选手跑进245了，又练了1年半年的，这时候基本上这些小伙伴问我怎么选鞋，我会这么回答，我会说所有品牌的顶级竞速就随便选，鞋跟鞋肯定是不一样的。这双鞋昨天我上脚也需要适应一下，因为这双鞋属于那种偏硬的。说到这阶段再去试鞋的时候，或者比赛选鞋的时候，其实就无所谓了，但是还是要适应。像今天就跟大家分享，我昨天穿上这双鞋，其实我是适应了很久的，因为这双鞋比较硬，这双鞋我的建议不适合3小时半以外的选手穿，3小时半以内可以。这双鞋对人的要求会比较高，相应的它也会给你更好的动力。所以你要适应那个鞋底儿的硬度，适应鞋带系多紧这些。然后这是第一个，所以昨天我穿上这鞋，我在楼下热身走了几步，我又松了一下鞋带，跑了几步我又紧了一下鞋带，差不多就这样。还有就是这鞋带新鞋到脚上以后，给它拉到一定紧度之后，你穿上它跑2次，它就均匀了那个力，否则可能比方说靠前面那儿紧，或者靠中间那儿紧，或者靠后边那儿紧，这就我的经验。然后还需要怎么适应呢？就是有时候新鞋上脚不一样的回弹的感觉，还有就是碳板的位置，还有弯折的点，就是它最软的那个点都不一样。在你同样发力的时候，可能你的小腿、跟腱，甚至是臀部的肌肉，你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你练到一定程度的人去换鞋，去尝试新的鞋没什么问题，因为你能力到了。这能力不光是你跑得快，你还有你的肌肉力量，你的各种东西，对不对？但基本上昨天我跑了19公里，我大概跑到3-4公里的时候我就适应了。这新鞋上脚别上来就加速，上来加速有可能受伤。差不多这一双鞋我的经验，跑20公里以上就可以比赛。而且就是这鞋，它其实我个人观点啊，就是这鞋是不是一双竞速鞋，有没有碳板，有没有劲儿，其实和你现在跑多快关系不大，而是和你能跑多快有关系。
比方说，你看我现在5分配，还有一位小伙伴他只能跑5分配，那他穿这个鞋跟我穿这个鞋的感觉，那就是天差地别。所以并不是说，比方您练到破3了，您现在去跑5分配速的慢跑，就一定不能穿碳板，也不是这样。这一片还行，这一片远离市中心，路挺宽的，人也不多。这块的赛道，这块就是明天的赛道，前面那边，你看远处那儿有封路的牌子。今年这赛道我看还行，只有2个大折返。好，我们上了马路，加个速。4分了，我手里拿着手机呢。3分50。3分45。3分40。3分30。可以哈。像你冲这种速度的时候，身体对糖还有对你的能量要求就比较高，就是它消耗糖。所以好多小伙伴们说，哎，早上起来晨跑不吃饭跑不动，我也跑不动。刚才跑那个速度就跟我准备好的时候跑3分22差不多。早上起来跑强度跑不好是很正常的，所以现在我周3的强度课之前，我都吃1片面包，会好一点，但是1片不够。一般你要是明天有一个10公里的比赛，今天其实不用冲碳，不用的，你就把明天早餐做好就好了。10公里比赛早餐，你就别再吃肉禽蛋奶了，也别吃油了，就吃碳水，干净的精致碳水，白面包、白馒头，面食为主吧。吃米可能也有肠胃风险，因为10公里的瞬间强度太大了，瞬间强度大，肠胃就容易出问题。马拉松反而不会，马拉松你只要是肠胃正常，你没有在赛道上吃坏东西，或者你没有提前吃坏东西，大部分人没事儿，最多就是到后边觉得消化不好。那10公里这种强度的话，那你要是早晨你别说没吃好了，你要是吃多了，你可能到第3公里没事你就不行了，就吐了。现在有时候我们跑强度，我追田中先生他们的时候，就特极限的时候，像每次我们跑那5个1公里，到最后一个我自己使劲顶，从倒数第2个开始就有反应了，差不多到了500-600米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哎呦想上厕所，甚至感觉就是你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控制你的肌肉，就控制你就是臀部的肌肉了，会有这个感觉的。看5公里、10公里的比赛，就有时候会这样。所以那天早上起来就是吃那种，就你感觉哎一嚼完就没了那种东西，然后它全变成能量进到身体里。行，我马上5公里。10月25号星期六，赛前的最后一天，晨跑结束，跑了个5公里。看后边这挺有意思啊，这是个太阳还是个鸡蛋？
这一片的房子和树还有建筑弄得挺有感觉的。看前面这个，溜达一圈，然后回去吃个早饭，剪辑个片子，今天就休息了。这两天在上海就不安排什么事儿了。周一或者周二早晨有没有晨跑，我会在节目里和在动态里都发。这两天没安排是因为我住的离市区太远了。昨天我从这儿跑到那个哪儿外滩，11公里整，然后在外滩跑了7公里，坐车回去的。这次报名这个比赛，那个就是参赛包里还有这大悦城里有的店的优惠券。昨天我吃了一家，吃了个小炒肉，88折，给我优惠了7块多钱，相当可以。明天的10公里，其实就我特别讨厌我这性格，就是我是一个特别有好胜心和这种就这种欲望的人，所以我总说我要收一点，我要收一点，大概率其实收不住。那天的场地赛其实收住了，但是没有想象那么多。那天场地赛其实我本来想收1成的，但是其实收了可能也就5%，没有10%。但是那天场地赛给我了一个好的信号，就是我收了那一点点以后，我就累到了礼拜2、礼拜3就彻底没事了。但是那天场地赛是周6，所以就意味着呢，明天这个结束之后，我估计，因为明天是路跑比场地赛强度低，我估计我礼拜3也就没事了。然后咱们就认真准备北马，不能说努力准备北马吧，认真准备北马。现在没有，就我还是一个挺有好胜心的人，但是没有以前那么拧巴了。其实我的参赛是变多了，但是没有变那么多，并不是因为适应了，就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，人的想法变了。所以小伙伴们就像刚才我说鞋一样，他总会经历这个阶段。一开始无所谓不懂，然后中间的时候特别的钻牛角尖，说我必须就是它，然后到后来呢，发现其实什么都无所谓。好吧，回酒店吃早饭。酒店早餐6点半开始，所以今天还得去买早饭。因为要不然礼拜天就明天吃不上，还得买个一次性的雨衣。这天早上起来天亮之前比想象的冷，明天穿那个穿竞速。那这么着，最后还是祝大家呢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